朋友们好，今天是4月11号星期一，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上海封城恶殍遍野，不但国内的微博连海外的推特上都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即将要断粮，或者是被迫的跟着国内电视去学习轻断食的这一类的呼声了。这个是上个周末最受关注的重大事件，而且目前它还在继续的发展之中。那么从武汉封城开始到现在中共其实已经是反复有演练了2年多的这种封城清零的模式了，但是它依然在上海演变成为一场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饥饿游戏，而且针对的还是奥密克戎这么一个重症率和死亡率它都已经下降到和流感是一个等级的这么一个病毒了。这个就是全世界都很难理解的一种做法，是吧？全世界现在都是目瞪口呆的看着中共在上海大动干戈如临大敌一般，把这2600万人是硬生生的推入到困境，甚至是绝境之中。那么可能大家都看到了，就是中共官方他们自己公布的数据让上海人都感到傻眼，就是说整个上海迄今为止通报的阳性病例已经是超过了15万例了，这么庞大一个数字了，但是重症病例只有1个，死亡病例为0。我们且不说这个数据它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大，反正这是官方自己发布的数据，对吧？那么也许官方这么发布它的目的原本是想要展示一下上海防疫的成绩了你看看我们多优秀15万比1，对吧？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这个数据它反而让几乎所有人都开始去质疑官方的这种封城清零的操作，也就是说这不明摆着它就是一个大号流感的这么一个疾病吗？那么为了一个重症比例这么低的传染病，你值得像现在这样要死要活的去折腾吗？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官方就开始接连的进行舆论的引导了，就是一定要从理论上来证明说这个社会主义封城清零它就是好，它就是符合科学的。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天前新华社有发表了一个新华微评，说这个奥密克戎绝非是大号流感。然后中共的国家卫健委这个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的专家组组长叫做梁万年的，他在上海就有接受新华社的一个专访，然后声称说这个动态清零它就是上海现在的最佳方案了。同时还有上海的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副院长叫做吴凡的，他先后是接受了澎湃新闻和第一财经等等这些官方媒体的专访，对为什么要坚持动态清零他给出了5点理由等等。这其中甚至还包括了一个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的经济日报的编辑叫做佘慧敏的，他也来写了一篇文章声称说这个动态清零才是尊重科学的，同时大骂这个共存论，这才是在侮辱科学等等等等。就是这些官媒评论和专家意见，它基本上可以说都是一个模式的论调，它主要其实就是不断的在重复2个论点。一个就是说这些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共存模式它就是在疫情面前是躺平了，这是对民众生命健康的不负责任的一种放任自流的模式。而清零封城它是积极有为的为民众生命健康负责任的一种模式。那么另外一个论点，它就是在强调这个死亡率和病死率这2者它不是一个概念。也就是说，虽然这个奥密克戎的病死率是有大幅度的下降了，但是它的死亡率其实依然很高的，是高于 Delta 的，所以不能够把它简单的等同于这就是一个流感。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共官方他们使用了躺平这个概念来描述现在的共存模式，这本身其实就有很强的误导性。什么误导性呢？因为躺平这种说法它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认知，也就是说躺平嘛，你就是什么都不做了，你就是完全的放任自流，这个政府只管躺平，哪管民众是水深火热，是吧？甚至是洪水滔天。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与病毒共存这种模式它绝非是什么都不做，恰恰相反，与病毒共存的模式它是建立在几个重要的这种政府基础的工作之上的。
其中比如说它包括了对这个病毒变异以后啊，它的病理特性改变的及时的追踪和它的认知了解。同时呢，也包括了对如何来合理的使用社区的医疗资源，以避免挤兑医院的医疗资源呢，有大量的工作在里面。同时它还包括了对这种疫苗接种的一种普及，也包括了对就是患病以后的治疗方案的优化，还有以及大众化的口服治疗药物的及时的研发与普及等等等等，也是很多了。尤其是在这个 Omicron 这个毒株它成为当前大流行的最主要的毒株之后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刚才提到所有的这些工作，它其实都是指向一个目标，就是尽快的形成群体免疫的屏障，来最大限度的压低这个疫情爆发的曲线，压低重症率和病死率。那么我们以前呢，其实是有多次讨论过这个话题的，就是说这种模式它更像是面对着这种疫情洪水而来的一种疏导的模式，它就是尽量的用可控的分洪，是吧？就像洪水来了我们分洪一样，来换取洪峰可以安全的过境。可能你会要不得不付出一部分的代价，但是呢，一旦只要你建立了可靠的分洪的渠道，即便是未来还有多次的洪峰的到来，那么都可以保证大多数人的安全，它绝对不是什么都不做的。而我们反观中共的这种模式呢，它就是典型的封堵模式了。就是说，面对洪水呢，我们不断的去加高堤坝，一个都不允许出现，是吧？哪里出现了一点小的这个管拥啊，或者是小范围的一点溃坝等等，我们就派遣敢死队，是不计一切代价要彻底的把它给堵上。哪怕是这种小规模的可控范围的进行一点分洪啊什么的，也都是不允许的。所以这种模式它看起来呢似乎是更有效，但是呢它却遗漏了一个重大前提，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疫情它是不止一波的，它不是一锤子买卖，对吧？病毒变异它不止一次的，这就相当于是这个洪峰的到来它会是多次，而且从理论上来讲啊，这种洪峰它会在反复的长期的这样的形成一种累加效应。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你那个堤坝它修得越高，我们都知道修堤坝它的高度是有限的，你不可能无限度的往上修，对吧？那么你越修得越高，它的大规模溃坝的风险也就是越高的。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它就一定会是大事。其次呢，这些专家们反复提到这个病死率和死亡率，说是这是两回事，这个问题说起来呢，这的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死亡率呢，它统计的是某年度因为某种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它在整个社会的全体人群之中的占比是多少。而病死率呢，它统计呢是因为某种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呢，在该病所有的患者中的占比例的多少。如果我们把它对应到中共病毒这个疫情上呢，这二者可以说它们的分子都是一样的，都是指感染了这个病毒以后的严重的病例死亡的人数了。但是这个分母是不同的，前者的分母呢就相当于是全国14亿人，而后者的分母呢，它只是感染阳性的患者这个数据。那么我们看到中共专家们他们也都自己都承认说，这个 Omicron 的病死率是有大幅下降了，因为是有研究证实说这种病死率它已经普遍了，从 Delta 时期的那个5%左右的病死率，它已经下降到了不足1%。在部分国家，也是比如说像英国等等是最具代表性的，它甚至都已经低于流感的病死率了。但是呢，这些专家们他们都坚持一个说法，意思就是说，这个比例虽然大幅度的下降了，但是由于 Omicron 它的传播力很强嘛，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是一旦放开了，让14亿人全都感染了，那么它死亡的那个绝对人数它依然会很高的，它甚至会超过感染 Delta 的死亡人数的。所以呢，我们不但不能够放松管控，反而还要继续的加强管控。所以这套说辞它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很有道理，但是呢，他们在这儿啊，大家要注意，他们其实是玩弄了一个偷换概念的花招。我们都知道啊，Omicron 它的流行成为这个世界性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毒株呢，
只不过也就是才3到4个月的时间，对吧？去年底到现在。事实上呢，我们无法统计全年整个国际社会的死亡率它究竟是多少，在大陆它的时间就更短了。所以专家们实际上呢，都是在把某个国家的局部短期的死亡率，甚至是病死率，它直接的就套用到14亿人的这个基数之上，然后来推算出了一个看上去似乎很吓人、很高的死亡数据，然后他就告诉大众说：“你看啊，你看这不是很可怕吗？所以我们必须就是要坚持清零嘛。”这里面它就存在着2个大问题了。首先，第一个，刚才我们说了，中共专家们他们是套用了一个局部数据来假设出了一个全局的数据，然后呢，以此作为清零的理论依据。这种逻辑呢，它就像我们在理论上，我们也可以假设说啊，全中国都是有可能发生一些轻微地震的。尽管每个地区、每个县、每个市，它可能因为这种轻微地震死亡的数据都很低，也就那么1、2个。但是如果说全国都加起来，那这个数据可能就很高了。所以我们必须现在就要强制性的要求啊，所有人你都要长期的住到这个地震棚里面来保命，不能住在家里。所以大家是不是会觉得这样做是非常的荒唐可笑呢？因为按照这种逻辑啊，不要说是中共病毒，其实其他任何传染性较强的病毒，我们都可能会存在这个问题，都可以这么来套的。比如说像流感病毒、麻疹病毒，是吧？登革热或者是出血热病毒等等，这些它们的病死率现在都高于这个奥密克戎。如果说我们都来假设说啊，如果说14亿人全都感染这个病，那么它的绝对死亡的数据，它同样会是很大的、很惊人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当要这样来做呢？就是说，只要发现有1例这样的感染，我们就立即全体封城来清零啊，来彻底的切断它的传播途径呢？这显然是非常荒谬的，对吧？第二一个，中共专家们其实是故意的避开了群体免疫效应的一个问题。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一种病毒它在爆发流行之初，它的感染和它的重症死亡数据，它肯定是相对较高的，它有一个爆发的高峰嘛。但是，一旦大面积的人群都通过疫苗，或者是通过这种轻症状的、无症状的感染获得免疫之后，这个免疫屏障它就形成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这个疫情中后期它的发展，它的重症率和死亡率，它一定是会进行性的大幅度的下降，这个是必然的。那么我们现在就看到中共专家们对这一点根本就不提，避而不提。他们只跟你强调说，你看这个洪峰过境来，它会淹掉多少地方，他却对这个疏导、分洪、泄洪之后这种措施，采取这种措施之后，它保存了多少地方，保留了、保护了多少生命，他却是只字不提的。也就是说，而且对于这种分洪机制，它一旦建立以后，它对未来将会到来的不断反复产生的洪峰，它会带来多大的去削弱、去消解的这种作用，它也是只字不提的。而且啊，专家们避而不提的是，甚至可能在以后他们也永远不会提到的是，仅仅中国的疾控中心一个叫做周麦根的团队，他们研究了超过3亿人的数据，就证实说，在大流行的某个时间段之内啊，非感染中共病毒致死的人数与同期这个疫情未流行期间死亡人数的一个对比，就发现呢，像慢性的非传染性的疾病死亡率整体是增加了至少是21%的，其中糖尿病的死亡率增加是最高的，高达83%，而且自杀的死亡率也比同期增加是达到66%。大家要注意，这个研究呢，它还只是统计的慢性病、非传染性的慢性病。如果它是各种这种急性的疾病呢，比如说脑卒中，或者是急性的心肌梗死、高血压危象，还有消化道大出血，或者说是产妇大出血，或者是严重的哮喘发作等等这些病，那么这些急症啊，它在短期之内要是得不到抢救，它在极短的时间就会出现生命危险的。一旦要是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这个病死率它会高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这个都不用说了，对吧？我想那是不难想象的。
那么对这些专家来说，其实他们脑海里就是一个概念：只要不是因为感染中共病毒而死的人，只要在封城期间，无论你是因为什么病，因为封城清零而得不到救治，你死了，这些次生灾害等等，通通都不算死。更何况呢？中共他真的是那么关心老百姓的生命吗？我们都知道，在湖北武汉当初那波疫情之中，它的真实的死亡人数，它至少是数万到数十万，对吧？中共不是一样掩盖过去了吗？他还自我标榜为，你看我们这是全球防疫的优等生。也就是说，如果需要，中共其实照样可以对奥密克戎疫情的数据去进行造假、进行掩盖的。所以啊，现在中共公开的一再的坚持说要清零的背后，它其实与专家们那个所谓的生命代价，它其实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和大家讨论一下昨天才出来的一条重磅新闻，这个就是中共正式的公布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这个消息它一公布出来啊，今天的沪深北这三大股市可以说是一起暴跌。我想这个反应呢，它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折射出了大众对中共推出这个看上去极为高大上的东西，它的理解程度究竟有多深了。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看到各路人马对这份意见它是早就议论纷纷，各种各样的解读都是有的，非常的热闹。那么什么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呢？我们要按照官方的定义呢，它是这么写的一段话，说呀，这个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一个市场的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的设施高标准联通，要素和资源市场以及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同时市场的监管要公平统一，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进一步规范的大市场。我相信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些听上去很高大上、很专业的词汇，听去就有点云山雾罩，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对吧？就是那么其实让你产生这样一个感觉，这就可以说对了。因为根据我们对中共了解，它过去的这种历史经验呢，一旦中共它要是使用一些一般人都搞不懂的新词儿，它在云山雾罩一般的要下什么大棋的时候，很大概率呢，就是他们又要干什么坏事了。就像他们用这个灵活就业来指代失业，用负增长来指代亏损是一样的。那么这份意见出台以后呢，根据官方媒体发表了一个后续的解读文章，就是说啊，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通过制定统一的制度规则来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一些关键的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之内畅通的流动，以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听上去是很正能量的，那么它怎么来做到呢？官方的说法也很简单了，就说要用利破并举的这两个手段。所谓的利，它就是要统一的制定若干的规定，新的规定了，要全方位无死角的涵盖整个商品市场流通的一个全过程。而所谓的破呢，它就是要废掉以前各种的不正当竞争，或者说是妨碍全国大市场统一建设的一些显性的隐性的壁垒。所以我们单从表面上看，字面上看呢，这个举动它的目的呢，是在于想要建立一个一统江湖式的，消除了各种地方贸易保护主义和地方的贸易壁垒，并且它能够高效畅通运作的一个全国性的大市场。乍一看，它似乎的确是非常的正能量了，但是呢，要我看呢，它实质上啊，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也就是说，搭台的是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看上去很漂亮，但是真正唱戏的，它其实仍然是那个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很丑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大致上可以这么说，有以下几点理由。第一点啊，我们从历史经验看呢，习近平他在19大全面掌权以后，他推出的几乎是每一个新的政策，可以说都是在打右灯向左转的。
它都是在倒退的。比如说，他提出这个新时代的深化改革开放，它实质上其实就是废掉了邓小平的路线，阻止了进一步的这种改革。比如说，他提倡要讲全过程的民主，其实实际上他就是全过程的反民主，走向了一种全过程的集权，对吧？还有他拍板的那个科学防疫，实际上他是最不讲科学的政治防疫等等。所以呢，我们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就是说他现在要搞全国统一大市场呢，他实际上呢就是要让市场经济在中国没有了市场。第二一点呢，就是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你搞一个简单的类推类比，你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是太草率了吧？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就单纯从市场而言，这个定义啊，这个概念，我们知道市场它最初是怎么产生的？当然，它是民众呢有这种商品交换的需求而产生的，对吧？比如说，我需要大米，你需要猪肉啊，他需要牛奶，那么大家都来寻求一个交换，它就自发的形成了市场。而这种交换行为的背后的关键就是差异化。这个差异化，它是推动市场繁荣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动力。那么到了现代啊，这种差异它其实不但可以是物质形式的，它甚至是可以呈现为非物质的一些信息的形式。也就是说，信息的差异化，它也是可以成为交易的动力，并且成为赚取利润的工具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中共他说要建设统一大市场，它的本质是什么？说到底呢，就是一点，他要用行政权力去强制性的削弱，甚至是消除这种差异化。所以无论它的名词取得多么的好听，什么共同富裕啦，什么资源要素配置优化啦等等，其实它本质上都是一个，就是要党管一切，个体的差异你必须服从党的需要去被统一。那么这就等于是消除掉了市场最本质的东西了，它迟早会走入一个统一生产、统一供给、统一配送、统一流通，最后是统一消费的全过程的计划的模式，这不就是计划经济吗？第三一点呢，在这份意见的第一大部分叫做总体要求下面的工作原则这一部分当中，其实当局呢，他已经是说得很清楚了。他是这么说的：要建立有效统一的大市场，就必须做有为政府，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要加快转变政府的职能，提升政府的监管效能，然后来引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所以大家看到了吧？一句话来说，就是政府全都要管。其中这几面提到了有几个统一，我们把它用大白话来简单的翻译一下，其实就可以看到中共它究竟想要干什么。比如说这个意见呢，他说啊，要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其实它真实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市场规则要党来说了算。那么比如说他说要打造一个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其实他的意思就是生产要素的流向，或者是投资什么东西什么地方，这也要党来说了算。比如说他说啊，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其实又就是说告诉你，大众将来买什么消费什么，你都要得听从党的安排。推进市场这个设施高标准联通，它说白了就是管理收费这些标准都要由党来说了算。还有像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那个意思呢，也就是说党呢，它既要当运动员，它也要来当裁判员，就是这二者要合一的。至于说这个意见中提到啊，说还要进一步的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等等，你听上去好像它这是无比正确的，但是大家需要注意一点，什么叫做不当竞争，或者什么叫做不当市场干预呢？这个定义权是在党的手里，对吧？这是党说了算的。谁要是敢和国企去进行竞争，那你可能就会被打成是不当竞争。谁要是敢去反对党的干预，那你就可以叫做不当市场干预，党就要修理你了。第四一点，
可能有不少人呢都已经注意到了，就是这份意见呢，它是3月25号制定，在4月10号才推出的。它为什么在现在这个阶段才把它给拿出来呢？这背后啊，它其实有3个重要的背景。首先一个呢，就是疫情背景。我们都看到了，由于各地的疫情在这段时间突然的大面积的复燃，那么中共病毒呢，它将要是长期的存在的。这种封城清零呢，它将会成为常态了。也就是说，经济活动它被大规模的干扰，甚至是中断，它也将会成为一种常态。所以呢，中共它就不得不以强力的人工干预的方式来进行平衡这种人为造成的经济活动的中断的损失。也就是说，封城期间的这种经济形态呢，它本身已经是完全形式上的一种配给制了，对吧？一种类似于战时机制的半军管的模式。所以呢，我们看到有武警啊，有军队的介入，其实它是很正常的了。其次呢，就是这个俄乌战争，它已经迫使中共与西方这种敌对态势明朗化了。经济的渐进性的脱钩的风险是大幅度的增加，再加上中共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它决定了就是不可能放弃与美国来争夺世界的领导权。那么在未来啊，全面敌对甚至是双方爆发军事冲突，这个风险是大幅度增加的。包括中共对台湾的入侵，它势必也会引发就是西方的一个全面的制裁。所以呢，中共现在采取了一种预防性的强化控制全国的市场，它的目的呢，就是要通过挖掘自身的潜力来逐渐的走向一种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模式。再者呢，就是一个大数据的背景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大数据的分析与这种管控技术的发展呢，包括这个数字人民币等等，它即将要全面推广了。它也让中共都认为自己已经有条件可以完全掌控的每一个私人的财富，它也可以掌控消费端的需求，同时呢，去控制生产端的按需来生产。也就是说，在生产和消费这二者，它可以在宏观上是大致的匹配，大致的得到控制的。所以呢，当局他可能会认为实施这种计划经济的条件，比起毛泽东那个时代来说，已经是大大的成熟了。其实我们在过去有说过啊，所谓这个数字人民币，它将会是拥有一种超级粮票的功能，对吧？就说每个人的财富呢，它都可以很容易的就被这个政府统一进行规划了。比如说强制性的规定里，多少钱只能够用于买食物，多少钱只能够用于去交通消费等等。每个人都如同被精细管理操纵着的一个囚徒一样的生活。你敢有任何的反抗，那么你在社会中可能会立即就处于寸步难行的境地。像这个现在的健康码和这个个人信用制度的结合呢，它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前景了。有很多的人呢，实际上已经是品尝过被画地为牢的这种滋味了。总之呢，一句话，所谓的统一大市场，它的实质呢，就是在数字集权统治下的一个计划经济的升级版，或者说是 2.0 版本。这条路啊，它将会通向一种什么样的断崖呢？我在这儿就不再啰嗦了。我想啊，几乎凡是所有了解毛泽东时代生活的状态的那些人，可能都会给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的。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